这是监狱里最小的囚犯，他一出生就被抓进了监狱，因为他的妈妈是个杀人犯。在韩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女囚在入狱时怀孕，可以在监狱里生下婴儿，并且抚养到1岁半。因此，明宇就这样出生在监狱里。虽然环境很不好，但在各位妈妈的陪伴下，明宇格外的乖巧听话。不仅狱警喜欢他，就连这些杀人犯们都对他温柔有加。1周岁生日的时候，众人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派对，罗奶奶亲手为他做了新衣服，大姐头也给他搜刮了生日礼物，就连狱警都跑过来帮他拍照片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一个女杀人犯被送了进来，她看起来也就20多岁，但脸上却满是阴狠。明宇自小就不怕生，他走过去打招呼，女孩一脸厌烦，一把将他推倒，明宇被吓哭了。阿珍急忙过来搀扶，随即愤怒地给了女孩一耳光，因为明宇就是他绝对的底线。狱警闻声而来，急忙将2人拉开，随即他们被关进了禁闭室。谁也没想到，女孩竟然疯狂地撞墙，她一心想死。幸亏狱警发现的及时，赶紧拉开了她。原来这个女孩也是个可怜人，继父一直殴打她，甚至还想要侵犯她，她只能拼命地反抗，用力把继父踹倒在地上。但这彻底惹恼了继父，危急时刻，他一把抓起床上的摆件，狠狠地砸了下去。一想起这痛苦的经历，女孩就害怕得瑟瑟发抖。她一个人蜷缩在地上，已经对全世界感到绝望。见女孩这副态度，根本没有人愿意搭理她。但明宇却跌跌撞撞地走了过去，他温柔地抱住她，随即露出纯真的笑容。女孩愣愣地抬起头，但这次她并没有推开明宇。一次室外活动中，几个凶悍的女囚走了过来，他们想找女孩的麻烦。一开始，女孩并不想搭理他们，只想陪着小明宇玩，但他们却嫌明宇碍事儿，一把将他推倒在地。女孩怒了，直接站起身，狠狠地扇了对方一巴掌。其他人也发现明宇受了欺负，纷纷冲了上去。自从明宇出生，他就像冬天的太阳，温暖着每个人的心。但很快他就1岁半了，按照监狱规定，孩子满18个月时就要被送走领养。阿珍改变不了这个现实，她只希望在分别之前亲自陪着儿子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想要获取假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立功。这天，他看着台上的合唱表演，心底瞬间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紧接着，他找到典狱长，提出想要组建一个合唱队，如果演出成功，能不能争取1天的假期？典狱长十分理解他，直接同意了。机会非常难得，可阿珍唱歌并不好听，他刚开口就把明宇吓哭了，更别说是组建合唱团。但幸运的是，监狱里的罗奶奶曾是大学里的音乐教授，于是阿珍就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，没完没了的求他。罗奶奶也是个不幸的女人，年轻时丈夫背叛了她，竟然跟她最好的闺蜜搞在了一起，结果罗奶奶当场捉奸，一气之下，她就把2人活活撞死了，所以才被判了死缓。因为这件事，女儿一直怨恨她，所以始终不肯跟她见面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和女儿见面成了罗奶奶唯一的心愿，因此只有通过组建合唱团，才有机会再次见到女儿。罗奶奶答应了。紧接着，激烈的选拔开始，现场十分壮观。好不容易定下了海选人员，却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难题。乐队里必须要有一位女高音。一筹莫展之际，阿珍的目光落在了那个孤僻的女孩身上。原来她曾经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，为了帮助小明宇，女孩也爽快地答应下来。很快，合唱团就组建完成了，大家抓紧开始训练。正当众人练得有起色的时候，明宇却突然哭闹不止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直到检查后才发现，原来他发烧了。阿珍坐在床前，用毛巾给他降温，但他的手腕还被铐着。女警看到后有些于心不忍，便破格帮他解开，因为妈妈的手才是治疗宝宝的最好药剂。女人已经怀孕8个月，丈夫却直接抬起脚，狠狠地踢向妻子的腹部。阿珍捂着肚子后退，可男人并不打算放过她，而是挥舞着木棍朝着女人走了过去。阿珍害怕极了，她拖着受伤的身子，拼命地站起来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丈夫推向身后的茶几。丈夫死了，阿珍成了杀人犯，她被关进了监狱，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。但好在不久后，儿子出生了，阿珍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。可监狱里有规定，孩子到18个月大的时候就必须被送走领养。在这之前，小明宇从来没有见到过外面的世界，因此阿珍唯一的心愿就是在离别之前亲自陪儿子出去看看。于是他征求了典狱长的同意，然后组建了一支监狱合唱团。只要演出成功，他就能获得1天的假期。1个月后，演出的日子到了，大家都非常紧张，表情木讷地站在舞台上。罗奶奶为了缓解这紧张的气氛，便教着大家保持微笑。紧接着，合唱正式开始了。
这唱的什么呀？通过观众的表情就能看出表演非常一般。但突然一个手势，钢琴就变了节奏，动人的歌声，欢快的舞步，一瞬间压抑的气氛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欢乐。观众们纷纷为他们鼓掌，还有不少人被这种气氛感染，也跟着节奏摇摆起来。演出十分成功，阿珍也顺利的获得了假期，她简直太兴奋了，就像是吃到糖果的孩子一般。可这时一个噩耗传来，明宇的养父母已经确定了，他们也选定了合适的日子，到时候会直接来带走孩子。可那天偏偏是阿珍的假期，阿珍像被泼了一桶冷水，傻傻的愣在原地。几天后，她带着明宇第一次走出了监狱，男孩开心的往前跑，却殊不知他即将和母亲永别。来到领养的院内，阿珍什么也没有，她只有一本相册，这是唯一能留给孩子的礼物。看着正玩得开心的小明宇，他本想着就这么离开，可一看到妈妈，小明宇直接站了起来，然后兴奋地跑过去。阿珍努力地保持微笑，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留给孩子，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忍住。一切安排妥当后，阿珍便跟着警官离开了领养院。可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孩子的哭声，阿珍急忙跑回去，面对陌生人，小明宇害怕地哭了起来。隔着游乐场的玻璃，阿珍的心都要碎了。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放手。回到监狱里，阿珍生了一场大病，可即便身体好了，她也整日失魂落魄，因为在她心里始终放不下儿子。为了有机会再见孩子一面，阿珍一直努力地练习合唱。4年过去，合唱团正在舞台上练习，突然一个狱警焦急地跑过来，说首尔剧场即将邀请他们参加演出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众人都激动不已，因为在演出现场，他们就可以破例和家人见面。女警还告诉阿珍，举办方还特意邀請了小明宇的养父母。很快，这个期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大家都紧张地准备着。突然，意外发生了。女人们脱掉囚服，任由警官搜身。他们是监狱合唱团的成员，马上就要上台表演，却因为一个贵妇丢了戒指，被迫停止了演出。一个女人想要反抗，却被警官抓住头发，死死控制住。眼看着演出时间就快要到了，监狱长急忙赶过来，他坚信自己监狱里的女囚不会做出这种偷窃的行为。在监狱长的担保下，众人终于登上了舞台，他们的亲人也都受邀来到了现场。看着台下坐满的观众，女囚们感到十分紧张，但当他们一开口，就和舞台融为了一体。每个人都深情的演唱，热切的表达着心中的希望。虽然生活很不幸，女囚的身份也无法改变，但他们依然可以活得精彩。演唱结束后，台下响起了阵阵的掌声，所有人都在为他们加油鼓励。就在这时，灯光突然熄灭，几个穿着演出服的小男孩慢慢走了上来。他们来到女囚的身边，一起完成了最后的表演。阿珍看着这群可爱的孩子们，控制不住地想起了自己的儿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男孩牵住了他的手，阿珍瞬间愣住了，他感觉十分熟悉，结果低下头一看，正是明宇独有的那颗痣。原来这真的是他儿子。阿珍眼含泪水，轻轻地握住了他的小手。直到演出结束后，阿珍急忙冲了出去，儿子就在眼前，他却没有勇气跟他相认，只是想抱他一下。可小明宇却有些害怕。엄마, 훈이 유치원 갈 때 하는 인사 있지? 뭐 해드려? 사랑해요. 나도 많이 사랑해요.临别前，女人送给了阿珍一个小礼物，打开后竟然是小明宇每一个成长的瞬间。看着儿子熟悉的模样，阿珍再也忍不住了。但他知道这4年里儿子过得很幸福，对一个母亲来说，这一切已经足够了。另一边，罗奶奶收到了消息，韩国颁布了最新法律，说要恢复死刑。其实死并不可怕，但他还有未了的心愿，那就是再见女儿一面。临行前，狱警将他押送回家，允许他跟亲人做最後的道别。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，女儿终究还是开了口：“엄마, 현주야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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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엄마 미안해.
已经过去了20年，其实，在女儿心里，她早就原谅了母亲，只是自己始终没有勇气向母亲表达多年的愧疚。回到监狱后，罗奶奶特别开心。这时，阿珍开玩笑地说：“和女儿和好了，会不会不要我们这些女儿了？”可话还没说完，狱警便开门走了出来，众人都沉默了。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相处了这么久，罗奶奶早就成了他们另一个母亲。罗奶奶缓缓走向刑场，牢房里却传来了一阵歌声，那是他们唱给母亲的歌。窗外的夕阳照射进来，老人回过头，脸上却是洒脱的笑容。